总裁老婆做梦也想不到，我第一次请假竟然是请婚假。然而他只是愣了一瞬间，随即便忍不住笑出了声，还打趣道：“结婚那天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在他看来，男人不过是在耍小孩子脾气，闹着玩罢了。然而当他真的收到那张烫金的喜帖时，一向冷静自持的他瞬间失控，甚至不顾一切的连闯了88个红灯，只为了阻止这场婚礼。我站在他面前，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白总，我要休婚假。”我嗓音温和。躺在沙发上的女人原本一副慵懒姿态，却在听到那句话的瞬间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她缓缓抬起眼皮，眼神淡淡的扫了过来，那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休什么婚假？”我面不改色的回应：“昨天刚领的证。”我的表情波澜不惊，心里打定主意，如果白灵冰不给批假，自己就直接辞职。白灵冰盯了我2秒，突然像被逗笑一般笑出了声：“和你领证的人是谁？陆叔知道吗？”气氛微妙起来，我的脸上浮现出纠结和慌乱的神色，抿嘴没说话。领证这件事太过匆忙，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爸爸，更何况那人身份敏感，贸然说出来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妻子的身份不方便透露，我爸那边我也会通知到位的。感谢小白总的关心，工作那边我也会交接好，绝不会给公司添任何麻烦。您请放心，公事公办的态度。白灵冰心里冒起一团火气，又强压下去，似笑非笑的瞧我。圈子里谁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你的借口找的还能再烂一点吗？对面又是一阵沉默。白灵冰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收起，他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我今天闹这出，不过是因为不满他未给傅西周接机，忘了我的生日，欲擒故纵，想闹脾气而已。养在身边10多年的床伴，如果放在从前，他肯定会耐心的安抚我的情绪。可现在的白灵冰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刚刚回国的傅西周身上，哪有时间搭理旧情人？他不耐烦的挥了挥手，毫不在意的说道：“随便你，到时候记得请我喝喜酒。”他笃定我在撒谎，语气里的讽刺几乎要溢出来。话落，就将我从办公室赶了出来。我被推得踉跄2步，狼狈的摔在地上，低垂着头，看不出神色。恰好此时傅西周来公司洽谈合作，路过我身边时，姿态高傲的扫了我一眼，仿佛在看垃圾一般，去给我泡杯咖啡。我和白总有要事协商，表面上我只是总裁助理，可事实上我在公司的地位几乎是2把手，除了白灵冰，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可惜现在傅西周有了狐假虎威的资本，我的拳头捏得紧紧的，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忍不下去时，我却沉默地转身去了茶水间。茶水间里空无一人，周遭只有咖啡机工作的声音。我大起大落的心情逐渐趋于平缓，脑子里缓缓浮现出过往种种。白灵冰的脾气向来不好，从小到大只有我能受得了。我是白家司机的儿子，妈妈死后，我就被心善的白总收为义子，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白灵冰住在一起。说是义子，事实上只是白总为女儿找的玩伴。白家在吃穿用度上从来没亏待过我，父亲更是耳提面命让我一定要伺候好小姐，所以我对待白灵冰百依百顺，成了他身边最忠心的一条狗。所有人都笑话我是舔狗，可我不在乎，在我的字典里，白灵冰就代表着偏爱，娇蛮跋扈的千金大小姐，漂亮又高贵，再加上从小一起长大，爱上她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可内心的自卑让我从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直到后来白总病故，临终嘱托让我护他10年，白氏濒临破产，哭得梨花带雨的白灵冰躺在我的怀里，声音沙哑：“陆寻舟，我只有你了，你不能离开我。”当晚喝得烂醉的女人搂着我的脖子，一遍又一遍地喊我的名字，那一刻我再也掩饰不了如雷的心跳。白天我在外面拼了命的拉投资，晚上回到家心甘情愿地伺候白灵冰，即使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宁愿去卖血都不肯让心爱的女人降低生活质量。摸着我遍布针孔的手臂，白灵冰哭着说这辈子都会在心里给我留一个位置。我想那就够了，我成了她身边见不得光的秘密情人，做尽了情侣之间该做的一切，却从未公开。直到前几天我生日，白灵冰主动提出要公开，我激动的一整晚都没睡着，连夜定制了价值上千万的求婚戒指，安排人布置了求婚场地。可我在现场等了1天1夜，却等来了傅西周回国，白灵冰亲自接机的消息。照片上2人甜蜜相拥，女人脸上失而复得的惊喜让我痛得几乎无法呼吸，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所有的幻想和狂喜都化为乌有。直到我浑浑噩噩地回到白家，意外听见了书房的对话：“灵冰，你这些年一直吊着陆寻舟，让他心甘情愿地伺候你，为白氏鞠躬尽瘁，手段真高啊，佩服佩服。”切，一个司机的儿子，我给他口饭吃都是抬举他了。白灵冰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头仰在沙发上，眯着眼毫不在意地说道：“也是，他那身份的确上不了台面，不过那张脸倒是长得挺带劲的。床上功夫怎么样？一个床伴而已，早就玩腻了。你喜欢送你要不要？”屋内传来哄笑声，平日里最爱听的声音，此刻变成一把把尖刀，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脏，又脸皮带肉地拽了出来，疼得我浑身颤抖。以前我以为是自己还不够优秀，拿不出手，现在才明白，原来白灵冰的心房从未向我打开，自己充其量只是个床伴，还是用完就能丢的那种。想明白这一切后，我生平第一次旷工，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走着，意外被一辆车撞倒在地，剧烈的疼痛袭来时，我甚至在想，要是能就这么死了也好。醒来时身边多了个年轻的女人，正趴在我的病床围栏上小歇，瘦削的肩膀半露出来，恬静的侧脸被黄昏的光线映衬得越发温柔。女人听见动静抬头，一双眼含秋水的眼睛骤然与我对视，焦急的上前摸了摸我的额头，感觉怎么样？我的鼻尖嗅到了一丝淡淡的兰花香气，若隐若现，我的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我偏过头去，有些不习惯这样亲密的触碰。没事，皮外伤。女人礼貌地收回手，低垂着头挽了下头发，柔顺的黑发随着靠近的动作蹭到了我的手心，有点痒，心也跟着颤了颤。她叫温以宁，为表达歉意，她
他提出能够无条件满足我一个要求。望着这张柔婉又不失大气的脸，我脑海里猛地跳出一个画面：10年前白灵冰因为竹马出国时深夜买醉，拿着一个女人的照片又撕又剪，眼里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温以宁，你这个贱女人，为什么非得和我抢泽哥哥？都是因为你，泽哥哥才会抛下我，我恨你。照片上女孩娴静清雅的脸庞与身边的女人重合，许是残存的自尊刺激到了我，我鬼使神差的开了口，请求温以宁嫁给自己。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毕竟这个请求实在是过于唐突了，又担心吓到女孩，我连忙想要改口，可温以宁却眼睛一亮，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下来，眼角眉梢都染上喜色。巧了，我家催婚催得紧，我正愁找不到结婚对象，俩人一拍即合，迅速领了结婚证，直到红本本拿到手，我整个人都依旧处于恍惚状态。照片上的温以宁笑得一脸幸福，仿佛身边的男人是自己深爱多年的男友，任谁也想不到两人不过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见他宝贝似的将结婚证收进包里，我心里五味杂陈，夹杂着茫然、愧疚和一丝隐秘的兴奋。我真想看看白灵冰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如果知道我这个在他眼里上不了台面的男人娶了傅西周苦追多年未果的白月光，届时脸上的表情该会有多么精彩。第二天上班，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大摇大摆坐在总裁办的傅西周，比之10年前，傅西周的脸更加成熟英俊，奶油小生的长相在人群里十分惹眼，完美符合白灵冰的审美。男人的手暧昧地放在白灵冰腰上，不安分的动弹，女人娇羞地笑着，满脸甜蜜，两人旁若无人的亲密，仿佛我不存在一般。甚至在白灵冰看不见的角度，傅西周挑衅似的瞪了我一眼，一副炫耀的姿态。透过玻璃，我看见了自己面无表情的脸。若是从前，我免不了要心痛，可现在却只觉得庆幸自己已经彻底死了心。所以即使亲眼目睹他和傅西周恩爱，心里也只剩下麻木。半晌，急促的呼吸声渐渐平息，面色潮红的白灵冰抬起头，对我抬了抬下巴道：泽哥哥刚回国，我准备在白宅给他办一场接风宴，这件事你去办。我低垂下眼睑，当即就想要拒绝。最近白氏集团有个大项目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公司上下都忙得脚不沾地，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斟酌片刻，我忐忑地开口：现在公司离不开人，傅少的事能等下班。砰！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粗暴地打断了。白灵冰将手里的茶杯径直丢向我，落地后应声碎裂，飞溅的碎片划伤了我的手指。他不耐烦到了极点，眼里盛满了鄙夷和怒火。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总裁助理，真以为公司离了你赚不了？傅西周双臂环胸，挑了挑眉，一脸看好戏的表情，语气却假装大度。算了吧，灵冰，陆助理不方便的话，我也不想强人所难，毕竟当年我伤害过你，他对我有意见也很正常。指尖传来尖锐的刺痛，我下意识皱起眉头，自己什么都没说，可傅西周却一副我欺负了他的样子，是什么回事？白灵冰脸上瞬间浮现出心疼，声音提高好几倍，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当初如果不是我爸心善收养了你，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要饭呢。现在我爸走了，我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任何事在我这里都没有泽哥哥重要。再废话一句，你就带着你那个瘸子爹一起给我卷铺盖走人，我们白家不养吃干饭的废物。我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心寒到极点。我总以为10年的陪伴能换来一点真心，可事实证明，白灵冰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刀扎在我最疼的地方。明明当年爸爸是为了救白先生才会意外变成残疾，可他却拿这件事来折辱我。空旷的办公室内回荡着白灵冰的怒吼声，在看清我泛红的眼尾时，白灵冰脸上浮现出一丝心虚，莫名的心里有些慌乱。他知道自己骂得太狠了，可碍于傅西周还在一旁看着，他依旧拉不下脸道歉。我咬紧后槽牙，此刻脑海里却浮现出白先生临死前对我的嘱托。曾经叱咤商圈的大佬，躺在病床上瘦的只剩一把骨头，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独女陆寻舟。你答应我，未来10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替我保护好灵冰。好，我答应您。白父用10年之约替女儿铺好了一条康庄大道，供她成长到羽翼丰满之时，代价是牺牲我自己。心里的怒火再次被理智压了下去，我闭了闭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好，我立刻去办。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后，我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意外接到了温以宁的视频电话。女人笑容灿烂，正兴奋地和我展示着身上的婚纱。老公，这件好不好看？我这才惊觉自己忘了今天要陪温以宁试婚纱的约定。看见小姑娘脸上没有一丝芥蒂的笑，我心里的愧疚几乎要吞噬整个身体。对不起，我今天实在抽不出时间。温以宁摇了摇头，善解人意地说道：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的。即便如此，我依旧在他眼底捕捉到了一丝失落。我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从心底翻涌上来，疼得我有些不知所措。除去白灵冰，这是我第一次对别的女人有这种感觉。思考片刻后，我斟酌开口：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我陪你再去选一次婚纱。温以宁猛地抬头，眼里瞬间重现光彩，嘴角挂上了清浅的笑。有空。电话刚挂断，房间的门就被粗暴地踹开，白灵冰冲进来，目光冷厉地瞪着我，语气质问：你要和谁去选婚纱？我站起来，对他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面无表情地回复：和我妻子。白灵冰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笃定我在骗自己。10多年的相伴让他深刻明白我十分重感情，他不肯也不愿相信我舍得放下他。他上下打量着眼前的我，冷哼一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你身边有别的女人，更何况谁会这么想不开，嫁给一个司机的儿子？我咬着牙没说话，浑身紧绷，一股难以言喻的耻辱感席卷全身。见我这样，白灵冰只觉得是我心虚了，越发笃定内心的判断。白灵冰语气里的讽刺几乎要溢出来，居高临下的说道：你耍小脾气骗骗我就算了，要是明天敢在泽哥哥面前搬弄是非，小心你的饭碗。要是换做从前，见他如此维护傅西周，或许我心里会不平衡，可我早已不想再和他多做纠缠，又怎么会为了他去和别的男人争风吃醋？只是没想到，原来
来自己在他心里是这么的卑鄙无耻。没了争辩的力气，我沉默片刻，语气平静。知道了。几天后，白宅举办接风宴，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几乎都来了。白灵冰和傅西周从小一起长大，俩人门当户对，是被所有人看好的一对。当年傅西周出国留学，不少人纷纷惋惜，以至于在我顶着那张与傅西周有5分相似的脸出现后，人人都嘲讽我是傅西周的替身。现在正主回来了，那些人八卦的心再次蠢蠢欲动起来，真是不要脸！人正主都回来了，冒牌货还没滚蛋呢！养不熟的白眼狼，要不是白姐心善，一个司机的儿子哪有资格出现在我们面前？听说他还有脸和傅少争风吃醋，真恶心！这些话一如既往的尖酸刻薄，听得多了也早就习惯了。白灵冰的朋友们从不拿正眼瞧我，骂我是靠着一张脸才能在白氏集团有一席之地。可他们不知道的是，10年前白氏集团濒临破产的时候，是我这个他们嘴里拿不出手的男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大刀阔斧地揪出了白氏内部的蛀虫，改变营销策略，喝到胃出血才拉来一笔又一笔的投资，拖着当年风雨漂泊中的白氏集团一步步重回巅峰。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如今的白氏集团。可笑的是，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的付出，在他们眼里，我永远只是个司机的儿子，命比草贱的穷鬼。此时，温以宁打来电话，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你那边什么时候结束？我来接你，大概再过半小时。”好。女孩的语气里是藏不住的欢欣雀跃，俏皮的声音让我会心一笑。身后响起欢呼声，众星拱月般的2人朝这边缓缓走来。一袭白色长裙的白灵冰，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美得令人赞叹不已。她那双漂亮的狐狸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傅西周，仿佛大千世界她的眼中只有他一人。这唯美甜蜜的画面，令在场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下一秒，一声突兀的狗叫声响起，伴随着女佣的惊呼声，一只圆滚滚的柯基灵活地穿过拥挤的人群，一路狂奔扑进我的怀里，沿路不断引发尖叫。侍者手上的盘子不慎滑落，酒水瞬间洒了傅西周一脸，将他精心打理过的发型弄得一团糟，整个人狼狈的仿佛一只落汤鸡。陆寻舟，你故意的是不是？傅西周的脸黑成锅贴，气得五官都扭曲了。就算你不瞒我回国，也不用特意安排这出戏让我出丑吧？你的心机怎么这么重？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下意识抱紧怀里瑟瑟发抖的柯基。这只狗是我和白灵冰收养的流浪狗，在冰冷到没有一丝人情味的老宅里，它几乎是我唯一的慰藉。刚开始小狗瘦的皮包骨头，不怎么亲人，后来被我们养得膘肥体壮，性格也很讨人喜欢，肥嘟嘟的屁股更是让白灵冰爱不释手。感情最好的时候，白灵冰曾还开玩笑说，团子就像是我们俩的小孩。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和他会有未来。我刚想开口解释，脸上却被重重的甩了一巴掌，力道大的我瞬间耳鸣。白灵冰冷若冰霜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耳边响起，把这只不懂事的畜生丢进水池里，他要杀了团子。这一刻，我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己爱了10年的女人究竟有多狠心。仅仅是因为毁了一场接风宴，他居然残忍到想把团子活生生溺死在水里。许是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团子拼了命的往我怀里钻，周围的人却看热闹不嫌事大，地纷纷上前摁住我的手脚，将团子从我的怀里抢了过去。不，别动他！我绝望的被摁在地上，双眼猩红，神情濒临崩溃。傅西周见我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大为解气，眼珠子转了一圈，露出玩味的表情。他揪住小狗的后脖颈，不怀好意地说道：“你想救他，那就跪下来求我。”挑衅意味十足的话，让全场都沸腾了起来。无数人的目光直直地射向我，我浑身紧绷，手上被玻璃碎片划伤的伤口越发疼痛，可身体上的疼远远比不上心理上受到的屈辱。我抬起头，第一次对白灵冰露出哀求的神色，可他却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眼里没有一丝温度，说出口的话仿佛世间最锋利的刀剑。做错事的人该罚。我心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也断了，我认命地闭上了眼睛，在众人喧闹无比的起哄声中，颤抖着膝盖一点点弯了下去。膝盖触地的瞬间，周围人皆是一阵惊呼，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真的会因为一只狗给别人下跪。就连白灵冰也惊得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狼狈不堪的我，一脸嫌恶：“你的膝盖怎么能软成这样？陆寻舟，你还要不要脸了？”我充耳不闻，执拗地跪在那，衣襟散乱，脸上顶着鲜红的巴掌印，整个人被浓浓的悲伤和绝望覆盖。我的尊严被人踩在脚底下，脊背塌了下去。渴望向傅西周的双眼里却残存着些许期盼。我认错，这一切都是我指使的，只求你放过团子。我的语气哽咽到极点，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每个字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看见我这样，白灵冰的心微不可察地痛了一下，但也仅仅只是1秒，就迅速恢复了平静。傅西周嚣张的哈哈大笑，我的下跪极大地满足了他变态的胜负欲。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让情敌下跪道歉更爽的事情吗？更何况下跪的人还是所有人印象里最宁折不弯的将主。可即便如此，傅西周却压根没打算放过手里的狗崽子，他的嘴角勾起一个怪异的笑容，使劲掐住了狗脖子。团子在他手里拼了命地挣扎起来，呜咽的狗叫声越发短促，明显是被掐得喘不过气。我心疼得快裂开了，发了疯的朝傅西周冲了过去，却被白灵冰的保镖死死地拦住，双拳难敌4手，即使我再怎么拼命，也无法靠近分毫，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折磨致死。傅西周，你他妈的住手啊！我喊到破音，声音夹杂着滔天的绝望和愤怒，双眼猩红到几乎要杀人。可傅西周手上的动作却越发用力，微笑着欣赏我绝望的表情，心里畅快到了极点。小狗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尾巴跟着耷拉下去。我将头再次转向白灵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从前那么疼爱团子的女人，会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活生生掐死？就因为要弄死团子的人是傅西周吗？团子明明很乖，对上我红得滴血的双眼，小狗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呜咽了一声。下一秒，它被人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争先恐后涌出，抽搐了2下，彻底闭上了眼睛。剧烈的绞痛感从心脏袭来，我彻底疯了。团子望着瘫软在地的小狗，崩溃的情绪宛如决堤的河水，瞬间冲破了我心里最后一根心理防线。我跌跌撞撞地扑向团子的尸体，
颤抖着手把他捧在手心。1米8的大男人抱着一只狗跪在地上，哭得声嘶力竭。白灵冰的心里也不好受，他没想到团子对我来说有这么重要，现在看着我痛苦到极致的表情，心里莫名堵得慌。不就是一只狗，至于吗？大不了我再给你买一只。他自以为是的提出补偿，说着说着底气越发足了起来。这件事本来就是你有错在先，泽哥哥也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她的那些闺蜜们此刻也纷纷站在他那边，冷嘲热讽起来。就是啊，陆寻舟不就是死了一条狗吗？你难道还想蹬鼻子上脸吗？说到底，你和你爸都是靠着白氏养着的，你的狗惹得傅少爷不高兴，死了本来就活该。不绝于耳的恭维声令傅西周的表情更加得意，他抬脚狠狠踹在跪地的我背上，把我踹得直挺挺的倒下，头撞上了大理石地面，顷刻间血流如注，我的头部传来剧痛，额上渗出冷汗，疼得连连抽泣。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死死地护着手里的团子，不肯松开手。真扫兴，你还杵在那干什么？还不快把这死狗弄出去！话音未落，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我迅速转身，干脆利落的一拳打在傅西周的脸上，骨头清脆的咔嚓声响起，傅西周嘴里发出一声尖锐的痛叫，捂着断了的鼻子哀嚎不已。全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中，我缓缓抬起头，鲜血顺着头骨流到鼻梁，染红了半张脸，但我却毫不在意，眼底只剩下一片死寂。傅西周，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我说这话时，语气称得上平静，傅西周却莫名觉得后背发凉，像是被山林猛虎盯上的错觉，激得他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慌乱地移开了视线。泽哥哥，白灵冰慌忙冲上前查看傅西周的情况，抬手一巴掌狠狠甩在我脸上，声嘶力竭的怒吼：滚，给我滚出白家！我嘴角浮现出一丝自嘲的笑，目光落在白灵冰愤怒到五官扭曲的脸上。平生第一次，我再也对他生不出半点留恋或是不舍，这些感情似乎随着团子的死去都被彻底消磨殆尽了。我突兀地笑了出来，替自己不值，顶着旁人异样的眼神，我麻木地转身，小心翼翼地抱着团子离开了这。我开车到了100公里外，把团子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夜里的海风很冷，吹得人神经麻木。温以宁望着眼前满脸沉痛的我孤零零地立在礁石上，身上的悲伤太重太重，让他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他不假思索地从身后紧紧抱住了我，试图通过体温传递他的安慰：别难过，我一直在你身边。团子在天上看着，也不希望你变成这样，你得振作起来。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我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身边的女人，令人心安的兰花香味笼罩着我，顷刻间填满了千疮百孔的心脏。第二天到了公司，白灵冰就得知我向人事提交了辞呈，他当场发飙，把所有人都臭骂了一顿后，拨打了我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白灵冰就劈头盖脸地骂了过来：陆寻舟，你假结婚演上瘾了是不是？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现在命令你赶紧给我滚回白家，否则就算你以后跪下来求我，我也绝不会给你第二次认错的机会。电话那头的我叹了一口气，回复格外平静：我已经辞职了，白总，您无权干涉我的去留，谁允许你辞职的？白灵冰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陆寻舟，你别忘了，当年你亲口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我10年才会离开，现在时间还没满，我要求你继续在白氏集团工作。如果真的要如此锱铢必较，距离白府的忌日的确还剩下不到1个月。我也想不明白，白灵冰闹这出是想做什么？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想留住我吗？可明明从前他最讨厌我围着他转，总是想方设法的羞辱我，处处贬低打压我。眼神微眯，心里涌现出厌烦和深深的疲惫，可又无可奈何。行，1月为期，1个月后我会正式从白氏集团离职，希望到时候白总不会再用别的理由把我强行留下。挂完电话，白灵冰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空虚，他只觉得有什么东西要从手里溜走，像是即将脱离掌控，心里陡然一空。可骨子里的骄傲却让他不肯去细究原因，暂时无法离职。我开始准备搬家，将房间里和白灵冰有关的东西都丢了出去，只带走了一小部分日用品。整理完一切后，我才惊觉自己这么多年在白家的东西连半个行李箱都塞不满。注视着住了10多年的房间，我轻轻地合上门，一转身就对上了白灵冰探究的视线。他眼神冷漠如霜，厌烦到了极点。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别耍这些扭扭捏捏的小手段？你别告诉我，你拉着行李箱是想搬出白家，和你刚结婚的妻子住在一起？我读懂了他的嘲讽，认真地点了点头，语气平静：是的，婚礼1个月后举行，欢迎您和傅少爷来观礼。见我一副言之凿凿的样子，白灵冰几乎想给我高超的扯谎技能鼓掌。他刚想开口揭穿我，就被管家打断，通知他前往医院看望傅西周的车已经备好。他瞬间把我抛诸脑后，只冷冷丢下一句：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停止这些无聊的把戏，我不吃这套。望着他毫不留恋的背影，我无声地笑了。白灵冰，我从来都没骗过你，我是真的要结婚了，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回头。最后一个字落下，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白宅，坐进早早等在门口的车里。我带着温以宁去试婚纱，预定的是全国闻名的婚纱设计师，1对1定制。温以宁惊喜不已，兴高采烈地和设计师商讨起梦想中的婚纱款式。我微笑地看着他，心里也泛起阵阵暖意。我一个人在婚纱店里逛了逛，刚一下楼，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林冰，婚纱都是一次性的，你随便选一件不就好了？浪费那个钱去定制干什么？可婚礼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我想漂漂亮亮的嫁给你。傅西周脸上挂着明晃晃的不耐和肉疼，直到白灵冰主动提出自己付钱，他的脸色才多云转晴。在我面前不可一世的白灵冰，在傅西周这却低到了尘埃。看见我，白灵冰先是一惊，接着语气陡然一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他语气里的质问显而易见，是以为我跟踪他们？白总，您误会了，我是来陪我的妻子挑选婚纱的，来这选，就你那点工资能买得起吗？傅西周一脸嘲讽，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不舍得给女方花钱的行为有多掉价。白灵冰更是一脸不信，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来这选婚纱的，那请问你的妻子人呢？我抿
着嘴没吭声。我不想让这两个人破坏温以宁的好心情，原本自己就已经失约了2次，如果这次再搅黄，我完全不敢面对他那样失望的眼神。见我闭口不谈，白灵冰心里莫名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店员却上前通知，温以宁已经选好了几个款式，想让我上去帮忙挑选一下。白灵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是陪人来选婚纱的。可下一秒，他又很快否决了自己心里的猜测。如果我真的要结婚了，为什么连女方的名字都不肯说？估计这女人只是我找来演戏的演员，为的就是让她吃醋，自乱阵脚。想到这，白灵冰的脸色重新恢复正常，刻薄的嘴唇微微上扬。陆助理还不快上去，可别让你的新娘子等急了。要是钱不够，尽管找我借，毕竟你跟了我10多年，这点钱我还是愿意借给你的。他的语气轻佻又讽刺，刻薄到了极点。可我却只凉凉的瞥了他一眼，平静地道了谢。白灵冰顿时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憋屈感。可没等他说话，傅西周就开始喊自己鼻子疼，他瞬间慌了神，搀扶着他往门口走去。2楼走廊上，头戴薄纱的温以宁探出头来，那张温婉清丽的小脸上满是笑意，脆生生地催着我上楼来。白灵冰只来得及匆匆扫了一眼，就跨出了门口。可这模糊的一眼，却让他莫名的心慌意乱起来。为什么感觉这个女人这么熟悉？我的婚礼如期举行，那天正好是白府的忌日。白灵冰上完香，就收到了我的辞职报告以及一张婚礼请帖。打电话发现被拉黑后，他气疯了，当场就拉着傅西周飙车一路到了婚礼现场。路上连着闯了10几个红灯，脑海里闪过无数从前的片段，桩桩件件都是我的脸。一个急刹车，白灵冰从车上下来，腿都在发抖。不可能，一定是我又在找人陪着演戏，欲擒故纵，目的是让他吃醋。他要去问问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从前自己的掌中之物突然脱手不受控制，让他出现前所未有的不适感，却从未意识到我在他心里远比他想象的要重要。他直接忽视了脸黑的傅西周，跑到了婚礼现场。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一身丧服的白灵冰和傅西周此刻显得格外突兀，穿梭在喜气洋洋的人群中。听见司仪讲着开场词，今天陆巡周先生与温以宁女士喜结连理。白灵冰的脑子轰的一声炸了，什么？陆巡周要娶的女人竟然是温以宁，怎么可能是温以宁？他震惊的同时，眼神疯狂扫视在场的人，看着匆匆赶来的我，满脸不可置信，想要问个明白。如果新娘真的是他的死对头温以宁，那我结婚就不是开玩笑，我没有找人演戏，我是真的要结婚了。周围响起一阵惊呼，跟着白灵冰来的傅西周也惊呆了，新娘是以宁吗？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到？一定是假的。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金枝玉叶的温家大小姐温以宁，怎么是她？一定是同名同姓吧？就是啊，温以宁可是谢少爷的白月光，她连谢少都看不上，怎么会嫁给一个司机的儿子？听着这些话，白灵冰的心稍稍安定了下来。傅西周眼神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刚才点他名字的人，心里想着回头再找笑话他的人算账。白灵冰只能说服自己，一定只是同名同姓，凑巧演员的名字和温以宁重合。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高昂着下巴，又恢复了从前趾高气昂的姿态，给对面的我下达命令：你的胡闹可以适可而止了，现在和我回去，当众给我下跪道歉，我就当今天这事没发生。白氏集团依旧留有你的位置。我却冷冷地看着他，神色中没有往日的深情，语气更是没有一丝波澜。白灵冰，我今天真的结婚，我不会和你走的。白灵冰刚想开口戳穿我的谎言，下一秒，一道清亮的女声就从不远处传来：我温以宁的丈夫凭什么向你下跪道歉？紧闭的大门缓缓打开，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前，入目是一身洁白的婚纱，在网上是一张熟悉的脸，竟然真的是你。悠扬的小提琴声响起，温以宁身穿洁白的婚纱，美得令人屏息，一步步走到我面前，她伸出手，坚定地与我十指相扣，宣誓主权。在看清来人的脸的瞬间，全场鸦雀无声。这怎么可能？率先爆发的人是傅西周，他的瞳孔剧烈收缩，不可置信地看着深爱多年的白月光出现在自己眼前，还口口声声地称呼我为丈夫。这回轮到傅西周破防了，以宁，你胡说什么呢？这个穷鬼怎么可能是你的丈夫？话落，他又挤出点讨好的笑，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当年温以宁出国后，他毅然决然的也选择跟着他出国，可温以宁非但不敢动，反而立刻和他划清了界限。在国外的这几年，他心心念念的一直都是他，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生意出了问题，急需大量的现金周转，他绝不会轻易回国追求白灵冰。在傅西周的心里，白灵冰只是他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温以宁才是一直被他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可惜温以宁压根没理他的话，只一门心思的关心着我。天知道，当他看见我被人要挟欺辱的时候，他有多后悔没有早点赶来。他不敢想象，现在他们当着自己的面就敢这么侮辱我，从前的我得吃多少苦。思及此，温以宁常年挂着笑意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他眼神凌厉地管了傅西周一眼，出口的语气毫不客气：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回国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另外，请你对我的丈夫放尊重一点，他在我眼里比你这种仗着身份地位就目中无人的蠢货要好千倍万倍。傅西周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觉得难堪到了极点，被自己的白月光当着众人的面说自己不如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废物，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他气得胸膛起起伏伏，竟然两眼一闭，直接昏了过去。泽哥哥！白灵冰尖叫一声，手忙脚乱的喊人拨打120。温以宁看也不看地上的傅西周一眼，径直拉上我就想走，却被怒火中烧的白灵冰拦住了去路。白灵冰他早些年就恨透了温以宁，恨他抢走了自己的白月光，让自己在国内苦等了傅西周这么多年。更令他气结的是，我居然敢背叛他，娶了温以宁。诚心而论，温家是盘踞，是行业龙头多年的商圈巨鳄。作为温家独女的温以宁更是从小风光无限，处处压他一头。他怎么也没想到温以宁居然看上了我这个他眼中的废物，这个连他都瞧不上的男人。联想到这些日子我反常的表现，每天挂在嘴边说自己已经结婚了，有了妻子，他只觉得脑子疼得快
快炸开，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遍布全身，甚至盖过了对傅西周的爱意。众目睽睽之下，白灵冰的身体动作比脑子先快了一步，他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将我往他那边扯，语气里是满满的占有欲。你是我的私人助理，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和别的女人结婚？我不同意。此言一出，温以宁的怒火终究被点燃，他冷哼一声，眼里渐渐结起冰霜，索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白小姐，你只是我的老板，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结婚对象？别告诉我，你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在场所有人也跟着倒吸一口凉气，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跟在白灵冰屁股后面转悠了10多年，俩人暧昧不清的关系也是人尽皆知。这次傅西周突然回国，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笑我是最傻的舔狗。这些年来免费给白氏集团做苦力，到头来没名没分，估计连事业都保不住。可现在他们才发现，原来我早就攀上了另一个高枝，还反过来狠狠打了白灵冰的脸。白灵冰当然知道自己没资格，可这一切实在是太突然了，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备胎背叛自己，更无法接受我的结婚对象是他一直以来的死对头温以宁。白灵冰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袖子不肯放手，又开始打起感情牌。陆寻舟，我真没想到我们白家居然养出来你这条白眼狼，当初如果不是我爸爸看你可怜，收留了你们父子2人，你又怎么可能会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难道你当初在我爸病床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吗？他义正言辞地指责着我，骂我是狼心狗肺的畜生，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半点也想不起当初分明只有我一个人在白家落难的时候，独自扛起了风雨飘渺中的公司，10年来呕心沥血，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在他身边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理。小白总说笑了，这10年来我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承诺，一直为公司尽心尽力的办事，从未懈怠过一天。今天是10年之约的最后一天，按照我们的约定，我现在已经不是您的私人助理，您也无权干涉我的婚恋。我神色冷淡，一根根掰开了他攥着我袖子的手，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从今天开始正式从白氏集团辞职，从今往后与白氏再无瓜葛。我说这话时表情平静，仿佛在外人眼里白氏集团这泼天的富贵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听着我干脆利落地说出划清界限的狠话，白灵冰心里陡然一空，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对他百依百顺的我居然会为了别的女人站在他的对立面，这个认知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心里空落落的踩不到实处，整个人慌不择路。白灵冰控制不住的大吼出声，陆寻舟，你别后悔，今天你要是跟着他走了，以后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绝不会原谅你。在他吃人的目光里，我低头轻笑了一声，坚定地牵起了温以宁的手。小白总说笑了，从前是我不懂事，误把榆木当作珍珠，现在我只想尽快弥补我的妻子。妻子2个字深深地刺进了白灵冰的心里，他痛得几乎无法呼吸，可长久以来高傲的性格让他此刻不肯露出半分示弱，气氛顿时剑拔弩张起来。温家的保镖早早地等候在一旁，只等温以宁一声令下就会动手把这些碍眼的人通通丢出婚礼现场。即使内心不满到了极点，温以宁依旧给足了我面子，用眼神询问着我的意思。看着白灵冰这副油盐不进的耍赖样子，我只觉得厌烦至极，可良好的教养依旧约束着我内心暴怒的情绪。念在今天是白府忌日的份上，我还是给白灵冰保留了一份体面。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今天的荒唐事到此为止。今天是我和以宁的婚礼，如果你愿意留下来观礼，我会给你留个位置。我礼数周到的几句话令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侧目，温以宁也露出了赞许与倾心的神色。她的丈夫真的是个重情重义的体面人。谁曾想白灵冰半点也不想领情，她阴沉着脸盯着我半晌，我一脸平静，眼神里再无从前的爱意缱绻。她的心不受控制的剧烈抽痛起来，连带着憋屈的火气冲得她太阳穴突突直跳。直到傅西周的保镖在她耳边低语几句，白灵冰的脸色骤然大变，当即就急匆匆地带着昏迷的傅西周离开了现场。看热闹的人群散去后，后场室内只剩下了我和温以宁这对新婚燕尔的小夫妻。我满怀歉意，脸上带着浓重的愧疚和后悔。对不起以宁，今天的事情是我考虑不周，我以为白灵冰绝不会在今天闹事，我特意选了白先生的忌日，以往在这天就算有天大的事情，白灵冰都不会离开白宅一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却不同了。这不是你的错。温以宁笑着摇头，目光温柔又坚定，你是我的丈夫，夫妻之间本就该互相扶持，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无论是今天的事情还是以后面临的困难，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和你共同应对。他说的自然又有底气，语言中仿佛有种令人心安的魔力。后场室的窗户没关紧，初秋的北风偷溜进来，灌满了我的西装裤管，吹得人直打哆嗦，可我的心却前所未有的温暖。我怔愣地看着温以宁，思绪翻涌，有很多话堵在喉咙里想说，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后化为一声哽咽的道谢。道谢也不需要哦。温以宁伸出手，手指轻轻摩挲着我微红的眼尾，接着到了嘴唇，一路往下，最后停在敏感的喉结处，顿住。我只觉得感官像是被放大了无数倍，伴随着他的动作，一阵酥麻的电流贯穿脊背，激得我昏沉的脑子瞬间清醒。我的耳朵红了，看见我害羞了。温以宁生平第一次起了逗人的心思，他将手缓缓下移，踮脚环住我的脖子，骤然拉近俩人之间的距离。我的呼吸逐渐灼热，呼吸相缠，鼻尖相碰，缱绻缠绵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他凑近我的耳边悄声喊，我们都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不用和我这么见外的，你说对不对？老公，第2次了。他喊我老公，我只觉得脑子轰的一下炸开，对上那双狡黠如小狐狸的笑眼，我先一步狼狈的移开视线。对。看着我害羞到满脸爆红的样子，温以宁那点恶趣味被满足，嘴角弯起浅淡的笑，当即就松开手，见好就收。他牵起我的手，脚步轻快地推开房门。
门，门外人声鼎沸，宾客们翘首以盼。温以宁扭过头来看我，眼波柔软，宛如春华明媚，里面藏满了期待和爱恋。一身洁白婚纱的她美得格外不真实，周遭一切都在她面前黯然失色。这一幕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中，即使在多年后回想起来，她的笑颜也不曾在记忆里黯淡分毫。将傅西周安顿好后，白灵冰开车回白宅守灵。偌大的房子里没有一丁点声响，所有人都自觉地退了出去，只留下她一个人跪在灵位前，忙碌了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跪得头脑发胀时，她下意识脱口而出：“寻粥，粥熬好了没有？”话说出口，她才猛然意识到，那个为她深夜熬粥的我已经不在了。莫名的酸胀感充斥全身，她只觉得心像是破了个天大的窟窿，冷风呼呼地往里灌。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令白灵冰整个人都烦躁起来。恰巧这时，一楼的佣人房里传出刻意压低声音的争吵，显然是不想让她听见。屋内满脸惶恐的女佣跪在地上，抖如糠筛，面色惨白如纸。求您别告诉小姐，我真的没有偷拿白家的东西，这个戒指是我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管家面色凝重，半点也不信她的鬼话。戒指上的粉宝石在昏暗的佣人房里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这种品质少说也价值千万，怎么可能会被人随随便便丢进垃圾桶？他刚想开口继续质问，下一秒房门却被人猛地踹开，众人皆是一惊，扭头就看见满脸阴沉的白灵冰一步步走了进来，目光落在那颗璀璨夺目的钻石上，瞳孔剧烈收缩了一瞬。这是他曾随口提及过的梦中情钻。遥远的记忆扑面而来，带着尘封已久的情愫和那些不为人知的暗潮涌动。在白灵冰的记忆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陪在他身边，像一条最忠心的狗，从不忤逆他的话。他早就知道我喜欢他，没办法，我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藏着太浓烈的情愫，让人不注意都难。这些年来，我任劳任怨地陪在他身边，说不心动是假的，可我们的身份差距实在太大了。他无法想象，如果圈子里的人知道自己真的对一个司机的儿子上了心，背地里会如何笑话他。所以当我睁着湿漉漉的眼睛，小心翼翼地问他，假如被求婚，会喜欢什么样的钻戒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一个天价的牌子，还点名要最贵的那款，妄图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吓退我。当时我的神情未变，可他明显看见我的双手握成了拳，他以为这是我退缩的表现。毕竟按照我当时的工资，就算我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起这枚钻戒。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枚戒指居然真的出现在了白家，难道真的是我买的？看着白灵冰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女佣早已被吓破了胆，冲过来抱住她的腿哀求：“小姐，求您饶了我吧，这枚戒指是当初陆先生，也就是我亲手丢进垃圾桶的，我一时间鬼迷心窍，才会去捡回来藏着，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求您别赶我走。”她哭得撕心裂肺，可白灵冰的脸色却没有半分好转，甚至难看到了极点。白灵冰一脚踹开了女佣，胸中的怒火和慌乱掺杂在一起，连带着她拨电话的手都在微微发颤。她迫不及待地想从我口中得知，我究竟有没有想过和她求婚。嘟嘟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我把她的电话挂了，她不信邪，继续打，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白灵冰气得脸色铁青，猛地举起手机就要往地上砸，手机铃声却突兀地响起，她脸上闪过一丝不宜察觉的窃喜，几乎要以为是我打过来了。一看才发现是秘书小王，她强忍着怒意接听，那边传来小王天塌了一般的惶恐声音：“白总，您快回来看看，昨天把项目资金打给富士集团后，那边突然说要毁约，把两家合作的几个项目通通终止了，现在公司的资金链全都断了，员工都在公司闹事，傅少爷他连夜出国了，现在根本联系不到他。白总他不会是卷款逃跑了吧？那我们怎么办？”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灵冰打断。你说什么？他的心瞬间沉入谷底。自从傅西周回国后，他就被他哄着给富士集团投资了好几个亿的项目，让富士一夜之间起死回生，他们的感情也瞬间升温。前段时间傅西周还陪着自己去选了婚纱，可现在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却将他最后一丝希望也浇灭了。他控制不住的大吼出声：“不，这不可能，泽哥哥绝不会这样对我！”他尖叫着，双手抓着头发，整个人状如疯癫。白灵冰当即就想去傅家亲自质问傅西周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当他站在人去楼空的傅家老宅门口，才惊觉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残酷的现实令他几欲晕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日子以来的幸福时光只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利用。傅西周用甜言蜜语哄骗着他，让他心甘情愿地交出了大半身家后，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一脚踹开，携款潜逃了。急火攻心之下，白灵冰嘴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摇摇晃晃地后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又哭又笑。管家看得胆战心惊，急忙上前扶他，却听见白灵冰闭着眼，惨白的小脸上布满冷汗，嘴里梦魇似的呢喃着：“寻周，我错了。”从床上醒来时，周遭一个人都没有，安静极了。从前人人追捧的白灵冰，如今生了病，却连一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圈子里的人情冷暖向来如此，可真的轮到他被冷待时，他的心依旧不免抽痛起来。昨夜的场景再次涌现在脑海中，白灵冰的脑子里全是从前与我相处的点点滴滴，与婚礼现场我冷若冰霜的表情交织在一起，让他头疼欲裂，痛呼出声。守在门口的秘书立刻推门而入，手里捧着大堆文件，焦急万分地看着白灵冰：“白总，公司的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现在账目上已经没有钱了，工资都快发不出去了。”白灵冰愣了愣，突兀地笑了一下，声音里满是自嘲和悔恨：“都是我自作自受。”所幸在白氏集团掌权多年，白灵冰深吸一口气后，还是强撑着将一条条指令下发了下去。现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资金链断裂的问题。白灵冰沉吟许久，无奈之下只好吩咐秘书将自己名下的不动产都挂牌外售。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告诉外界，白氏集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现在的白灵冰再也没空去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他的尊严在生存危机面前早已支离破碎，一文不值。手机叮叮咚咚的不断响起，他拿起来查看，加的消息里满是恶意的讥讽与试探。他双眼猩红的翻到底，也没看见暗自期待的那个名字。
难道真的彻底放下自己了吗？不，他不信，胸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几乎要将白灵冰整个人吞噬殆尽。秘书看出他心情不佳，大气也不敢喘，战战兢兢地继续说道：“白总，陆助理走之前负责的那几个项目，现在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效益都很可观。但是投资方那边听说陆助理离职后，都表示不想继续和我们合作。您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白灵冰心里一惊，他怎么也想不到我的能力居然这么强。思索片刻后，他阴沉着脸，冷声吩咐管家把陆父叫过来。年过70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来，脸上带着点温和的笑意：“小姐，他在白家待了半辈子，早就把白灵冰看作了自己的孩子，对他的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示意我婚后求他搬出去，他也拒绝了。白先生走了，我也走了，他怎么能忍心刘小姐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更何况现在白家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看着白灵冰的眼神越发怜爱起来。“陆伯父，烦请您给我打个电话，公司里还有点事需要和我交接，现在我联系不上我。”面对白家忠心耿耿的老仆，白灵冰的态度缓和了几分。陆府连声应答，当即掏出手机拨给我。下一秒，电话就被接通，传出那道熟悉的温柔嗓音：“爸，有什么事吗？小姐找你。”说罢，陆父就把手机递给了白灵冰。女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可跟在她身边多年的小王却惊讶地发现白总的眼底闪过了一丝紧张。“喂！”听见他的声音，对面沉默了一瞬，我的声音骤然冷漠下来：“白灵冰，有意思吗？”听着我这质问的语气，白灵冰心如刀绞，痛得浑身发抖，缓了几口气，他说出口的话带上来几分火气：“陆寻舟，我从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手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负责的那些项目的合作商现在知道你离职了，纷纷要和白氏集团解约，难道你敢说这其中没有猫腻？”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嗤笑，我的语气波澜不惊：“您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司机的儿子，哪有这个本事暗地里给您使绊子？”回想起从前对我的种种轻视，白灵冰火气瞬间熄灭大半，只觉得头疼又加重了几分。他难得在人前露出脆弱的样子，心里涌现出万般的委屈，哽咽出声：“陆寻舟，你非得这样和我说话吗？”高高在上的白家大小姐，如今却宛如被人遗弃的小狗般，对着曾经最瞧不上的男人哽咽祈求。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令人难挨到了极点。女人的脸苍白的不像话，眼里渐渐浮现出水雾，任谁看了都觉得心疼。见她这样，陆府急得火冒三丈，他拿过手机对着我吼道：“逆子，小姐昨晚上都被气到吐血了，你现在居然还敢惹她生气，有种你就一辈子别回来，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您放心，我现在已经结婚了，绝不会在白家碍眼。”那边回得干脆，落在白灵冰的耳朵里却宛如晴天霹雳。她颤抖着唇，豆大的汗珠从额间滚落，猩红的双眼死死地瞪着手机，眼里满是不甘和怨毒。直到手机嘟嘟嘟的挂断声响起，她才恍然惊觉，疯了一样将手边所有能够到的东西都砸在地上，歇斯底里的怒吼道：“滚！都给我滚出去！”众人皆惊，纷纷快步离开。在所有人走后，白灵冰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双臂环住膝盖，以一种极不安的姿势蜷缩着，手里紧紧攥着那枚粉色钻戒。她自虐般一遍遍地在脑海里回忆自己与我的点点滴滴，任由眼泪滑落，狼狈到极点。深夜的屋子里传出悲怆欲绝的哭声，凄凉的令人揪心到极点。明明你之前那么爱我，为什么现在说放下就放下了？陆寻舟，你让我怎么活？另外一边，我挂断电话后，恰好看见温以宁洗完澡，俏生生地立在房间门口，身上穿着件粉色的兔子睡衣。我的视线落在女人白净的小脸上，又转移到她湿漉漉的秀发。站起来，从善如流地从她手里接过毛巾，耐心地给她擦头发。一世静谧，我骨节分明的手指穿过乌黑的秀发，一股淡雅的兰香弥漫在空气中，让我烦躁疲倦的心渐渐安静下来，仿佛我们本该这样。两人之间暧昧的气氛骤起，呼吸缠绕在一起，缠绵悱恻。我的手指被轻轻握住，从前被玻璃碎片划伤的地方结成了一道浅浅的疤痕。温以宁的眼底浮现出心疼。刚刚你在和谁打电话？我的动作微微一怔，还是选择如实回答。白灵冰似觉不妥，又补充了一句：“只是工作上的事情。”温以宁眼眸微沉，脸上露出明显不高兴的神色。我不喜欢你和他接触，他从前那样对你。听到前半句，我心里一阵惶恐，可后半句又让我如坠蜜罐，满心满眼全是眼前嗔怒的女孩。看着她温柔似水的眼睛，几番犹豫之下，我还是问出了心底困扰已久的问题：当初你为什么会同意和我结婚？毕竟我们当时充其量只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他当时草率的答应，马不停蹄带着我去领证的举动，终归有些匪夷所思。温以宁躺在我的腿上，笑眼弯弯，像两汪月色下的清泉，流动着爱意。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陆哥哥。随着这声呼唤，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被唤醒，我突然想起了数年前在母亲的墓地，我遇到了一个崩溃大哭的小女孩。当时我刚满15岁，在白家受了委屈没得说，只能半夜跑到墓地和妈妈倾诉。漆黑寂静的夜里，墓碑群底下有个小女孩，光着脚站在那，白净的小脸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泪珠，小嘴撅着，一个劲的哭着叫妈妈，嚎得我侧目。我怎么也想不到，深夜的墓园居然还能遇到和我同病相怜的人。我动了恻隐之心，在女孩乌黑的眸子注视下，我温声开口：这里大晚上不安全，你家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女孩没说话，只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眼底却没有戒备，只剩天真和懵懂。半晌，她突兀地张开手，甜甜地笑了笑：哥哥，要抱。我愣了一下，不自觉地走上前，将她整个人打横抱起，还贴心地用衣服给她包住了白嫩的脚丫，生怕她着凉。我可真温柔啊！年少时的温以宁在心里这样想。我们就这么坐在那，一直到天蒙蒙亮时，温家的人才着急忙慌地找到朕，将女孩接了回去。温父提出要给我报酬，可我却拒绝了。记忆的末尾是女孩身上好闻的兰香味，以及离开时那张天真的笑颜。原来哥哥叫做陆寻舟，名字真好听，下次再见面，我一定会认出你。他做到了，见到我的第一面，他就认出来我。温以宁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执念如此之深。都说喜欢是从心疼开始。
始的。当看见那张温柔克制的脸上露出黯然神伤的表情时，他心里就再没半分犹豫了。从前我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遇见你，我发现我错了。直白无比的告白，我微微诧异，白净的脸皮瞬间就红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地位尊贵如温以宁，居然真的对我一见钟情了。我原本以为对方只是可怜我，或是觉得有趣想玩一玩我而已。我胡乱的扯了扯领带，耳朵顶端也悄悄红了起来，眼神飘忽不定，不敢看温以宁。看见我这副害羞的样子，温以宁玩心大起，他坏心思的凑上前，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声音带着几分俏皮：“我们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陆先生，你准备什么时候？”后面的话语轻不可闻，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思绪瞬间变得一片空白，只看见他含笑的眼睛和微微上扬的唇角，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动人。第二天一大早，当温以宁带着些许倦意起身时，我已经早早的做好了早餐，完成了日常锻炼、冲澡等等事情，正襟危坐的在书桌旁处理公务，看着我衣冠整齐、一丝不苟的样子，温以宁的唇角不自觉的扬起，想起昨夜两人依偎在一起的温馨时刻，在我耳畔说过的那些温柔话语，此刻在晨光中回想起来，依然让他心头泛起阵阵暖意。而我已经恢复了往日那般温和克制的模样，仿佛昨夜那个格外温柔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昏睡了一天一夜的白灵冰麻木的从床上醒来，楼下是秘书带着看房的人进门的声音，他顺着楼梯往下，意外的看见了一个熟面孔，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的男人，贪婪又恶心的扫视着房子。视线触及到他身上时，那双小如老鼠的眼睛瞬间爆发出惊人的亮光。张富生，一个圈子里出了名的暴发户，他是靠挖金矿起家的，出了名的有钱，也是出了名的没教养。但凡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不屑与他为伍。从前他还曾被白灵冰的美貌吸引，死皮赖脸的追求过他一段时间，被我找人狠狠收拾了一顿，这才罢休。感受着那恶心的黏腻眼神，白灵冰心里是100个不愿意这种人踏足白宅。秘书小王看着他越来越嫌恶的眼神，急忙上前低声说道：“白总，这位张总是本次竞标拍卖里出价最高的，比其他人高上2倍，您忍一忍。”张富生见女人这副表情，当时就不乐意了，自顾自地脱了鞋，臭气熏天的脏脚搭在茶几上，随手拿起水壶，嘴对着壶嘴猛灌了好几口，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白灵冰，不是我说你，你们白氏集团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还搁这端什么大小姐架子呢？从前你爸和我还在的时候，我还给你点面子，现在就剩你一个小姑娘，你以为你是谁啊？白灵冰的拳头倏地攥紧，被秘书死死地拦住，才勉强没冲上去打他。张富生越发嚣张起来，他一抬手，身后保镖就将数十个箱子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一打开，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金条，粗略估计大约价值上百亿，这么多钱显然能买下10个白宅。白小姐，我张富生这人不喜欢搞那些弯弯绕绕，我做事向来直来直去，我看上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小的房子，而是你这个人。尖嘴猴腮的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眼里满是色欲的目光，手上做着苍蝇搓手的动作，嘴角露出贪婪奸笑。只要你跟了我，这些钱算作彩礼，你的白氏集团也就有救了。他说的自信满满，笃定白灵冰一定会答应他，毕竟白氏集团的确已经穷途末路了，除了嫁给他，谁还会给白灵冰收拾这个烂摊子呢？白灵冰几乎将口腔里的软肉咬烂，铁锈般的味道传来时，他的喉咙不受控制的干呕出声，恶心到将胃里的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张富生显然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非但没把他当财神爷供着，反而直接恶心吐了。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那双三角眼倒竖着，一脸凶相。你他妈的在这装什么真？劫猎妇！现在谁不知道你白灵冰是个被傅西周踹了2次的破鞋？老子愿意娶你，是你的福气，你别给脸不要脸！白灵冰吐得天昏地暗，猩红着双眼，声音嘶哑无比。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觊觎我？就算我以后落魄到去要饭，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骄傲如他，绝不会因为钱向旁人屈服。滚！你给我滚出去！听着他这愤怒到极点的怒吼，秘书小王生怕真出什么事，急忙低头哈腰的请张富生离开。可男人却一甩袖子，指着白灵冰的鼻子怒骂道：“不识抬举，难怪没一个男人要你。我要是我，舔了你10多年都没结果，我也把你踹了，去娶温以宁。”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白灵冰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断裂，他随手操起一旁的水果刀攥在手里，眼里汹涌着愤恨到极点的杀意。再不走，我不介意送你一程。张富生捂着被打的半张脸，看着那明晃晃的刀尖，面上终于露出惬意。他连滚带爬的逃了出去，临走时还不忘将金条拿走，嘴里骂骂咧咧的没一句好话。等他走后，白灵冰颓然的跌坐在地上，手上的刀哐当一声滑落在地，他直勾勾的盯着前方，眼神空洞无物，透着一抹深深的哀伤和绝望。从前傲慢到不可一世的白灵冰，如今却成了连这种货色都能染指的存在。张富生的话回荡在他的耳边，一遍遍地提醒他，他失去了一段怎样真挚单纯的感情。他喜欢过我吗？喜欢过的。年少时的感情总是来得汹涌蓬勃，当他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一个司机的儿子时，他第一反应就是逃避。骄傲如白灵冰，他压根就无法忍受自己居然对一个下等人产生了感情，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所以他只好麻痹自己的内心，强迫自己和傅西周在一起，逼自己去爱一个身份地位都相匹配的男人。事实上，在秘书告知自己傅西周卷款逃走的时候，他在短暂的心痛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庆幸。在庆幸什么呢？白灵冰想不明白，他的脑子乱得像一团浆糊，无数片段闪过。从前傅西周为了温以宁出国，他躲在屋子里哭了整整3天，是我撬开房锁，跪在地上求他吃口饭，他才没被饿死。我成了他的地下情人，俩人在白宅荒唐了一夜又一夜。他最爱看见我隐忍又沉迷的表情，无理取闹地试探着我的底线。当我睁着那双眼尾微垂的眼睛，专注地看着他，提出想要一个名分时，他心里动摇了。可傅西周的突然回国，打乱了他所有计划，他害怕了，退缩了。事实证明，他又一次选错了，也将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今天张富生的话，再一次刺激到了白灵冰的内心，他终于意识到，原来我在自己心里的地位远远
远超乎他的想象。他早就习惯了我站在自己身后，替自己解决一切棘手的事情，仿佛有我在，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我带给他的安全感是旁人无可比拟的。得出这个结论后，他比想象中要平静得多。从前那些困惑和纠结，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内心只剩下了一个想法：他想见我，很想很想。他拿起手机刚想给我打电话，却猛然想起自己被拉黑了。白灵冰嘴角浮现出一抹苦笑，心脏不受控制的抽痛起来，却又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让管家把陆府叫了过来，亲手给他沏了一杯茶，利用这位年迈老人的同情心，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搬出白宅后，我马不停蹄地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白氏集团工作的10年间，我的阅历和经验大大超过了一个总裁助理的能力范畴。如果不是碍于白府的面子，我也不会在白氏蹉跎这么久。一开始，圈子里的人都在明里暗里的看我笑话，嘲讽我自不量力。可渐渐的，他们突然发现，曾经被他们看不起的男人，仅凭一己之力，短短1个月就在是站稳了脚跟，甚至连着签下数个流动金额过亿的大单，销售渠道接轨国外知名企业，商业版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我的名字一夕之间响彻是商圈，动静大到一直不待见我的温家也点名让温以宁带我回家一趟。坐在回温家的车上时，温以宁打扮得格外精致，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我创业。温暖而干燥的大手覆盖上来，温以宁抬眸就对上了我含笑的眼睛。今天的你很漂亮。温以宁脸上一热，嘴角不自觉勾了起来。我爸妈之前还对你有意见，现在他们总算相信我选人的眼光了吧？听着他如释重负的话，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事实上，温家父母何止对我有意见，不过是温以宁不舍得让我伤心，所以一直都将那些难听的话瞒得死死的，生怕影响我的心情。毕竟温以宁是人人趋之若鹜的大小姐，却嫁给我这么一个不声不响的小助理，任谁都会觉得不相配，更何况是温以宁的亲生父母。即便他不说，我心里也明白，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创办公司的原因之一。这一回，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也成功获得了老丈人的认可。一顿饭吃下来，我礼数周到，举止妥帖，迅速获得了二老的好感。聊到最后，温府甚至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高兴得满脸通红，一副满意到不能再满意的样子。温母顿感心酸，只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紧紧握着女儿的手说道：只要你们俩好好的，我也就放心了。之前你爸爸不肯同意，也是怕你跟着我受委屈，你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苦，我怎么舍得你去过苦日子？没想到他自己这么争气，妈妈是真心替你高兴啊，我的囡囡。温以宁的眼里浮现出泪光，回抱住温母，晶莹的泪珠挂在那张美人面上，越发衬得她楚楚动人。一家人聊到了7、8点，直到管家来提醒温府该去做理疗，他才不舍得放走了我。温母见状，捂着嘴打趣他：快别拦着人家小两口亲热了。温以宁的脸瞬间红得能滴血，娇嗔地看了眼妈妈，抬眼就看见了同样满脸通红的我，俩人飞快地移开了视线。温父笑呵呵地摸着肚皮，一脸慈爱地看着俩人，连连点头。晚间站在阳台上，温以宁的眼神落在身旁的我身上，面部轮廓线条流畅，白净的脸上半点看不出是年仅30的人，温润如玉似乎在我身上具象化了。我爸年纪大了，一激动就喜欢拉着人不让走，你别介意。窗户半开着，初冬的雪花夹杂着微凉的风，吹得人头脑一阵清醒。那些陌生、拘谨和不信任都仿佛消融在这一刻。不会，我摇了摇头，贴心的给温以宁系围巾，安抚的冲他笑笑，能获得他们的认可是我的荣幸。听我这么说，温以宁才彻底放下心来。进屋后，我照例坐在书桌上处理工作，温以宁给我沏了一壶茶后，就坐下来慢慢翻看着英文文献，两人心照不宣的互不打扰，止于温情的眼神交流。安静的氛围里，两人第一次敞开心扉聊了许多。我聊到自己年少丧母，被白父收为义子，继而和白灵冰相伴的那10年，从小到大，我接受的教育就告诉我，事事都要以小姐为先。我早就习惯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包容她所有任性的小脾气。温以宁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手指不自觉蜷缩起来，心疼的无以复加。她站起身来，坐到我身边，手轻柔地搭在我的手背上。从前的事情，我不怪你，你也是身不由己。她又主动说了自己在国外留学时曾经交往过的前任男友，说他那些被外表迷住后干的蠢事逗我开心。最后的最后，她那双温柔似水的眼睛注视着我，里面仿佛藏满了岁月沉淀下来的美酒，迷得人神魂颠倒，恨不得深溺其中。陆寻舟，我不想成为你的过客，我想和你携手终老。有风吹过，吹落枝头堆积的簇簇白雪，雪块落地的声音接踵而至，却依旧掩盖不住屋内我那如雷的心跳。28岁之前，我总怨恨命运对我太过苛刻残忍，似乎所有美好都与我无缘。可现在我觉得，如果从前的不幸都是为了遇见温以宁，那我甘之如饴。接到陆府的电话时，我正在公司开会。如今公司迈入正轨后，我忙得脚不沾地。我以战略性的眼光开辟了国外贸易平台，没有选择和是老牌的企业争夺利益，而是另辟蹊径，这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背后不仅仅藏着巨额的利润，还意味着我需要付出比旁人多千百倍的努力。反观白氏集团，门可罗雀。从前那些公司骨干眼见形势严峻，纷纷提桶跑路，不少股东也跟着低价抛售股票，白氏集团的股票一夜之间蒸发上千亿。无奈之下，白灵冰只能弃车保帅，关闭了诸多子公司。白氏集团时隔10年，再次陷入了破产危机。和陆府约定好地址后，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温以宁。当天温以宁恰好有个学术论坛需要参加，是以亲自挑选了许多价值
值不菲的礼物，委托我代交给公公，礼数周到的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临出发前，我心里总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拉着温以宁说了许久的话，直到女人娇嗔的轻捶了我一下，我才恋恋不舍地松开禁锢她手腕的手，细心地给她扣好每一颗外套纽扣，又在外面给她多套了一件衣服。我都快被你裹成粽子了！温以宁不满的抗议，却被我强硬地塞进车里，掐了掐脸上的软肉，多穿点，暖和。感冒药已经泡好了，就在保温杯里，我会让小王提醒你喝的。温以宁点了点头，心里涌上一股甜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包揽了照顾她的活，几乎将她当作女儿来养。每天早晨给她穿衣服、梳头、做早饭，将她那些只顾着漂亮不要温度的衣服通通收了起来。有时候甚至比温母还要啰嗦。好了，知道了，你也早点出门吧，别让爸爸等太久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车子渐行渐远，我目送着他行驶出小区，融入连绵不绝的车流中，转身上了车。到了约定的地点后，我一眼就看见了和陆父坐在一起的白灵冰，我的脸瞬间冷了下来。陆父训斥道：“收起你这副死人脸来，老老实实给我坐着，否则你以后别叫我爸。”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选了个离白灵冰最远的位置坐下，眼里满是戒备。你想干什么？见我这副避嫌的样子，白灵冰的心里微不可察的痛了一下。他将手里的筷子放下，双臂环胸，静静的看了我几秒，表情似笑非笑。你好歹也跟了我10多年，我想和你叙叙旧，不行吗？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呼地一下站起来，转身就想走，又被陆府强行摁在座位上。你真以为你现在离开了白家，翅膀硬了，老子管不了你了是不是？陆府一边说着，一边朝屋外走去，还从外面将门直接反锁住，不给我一丝一毫离开的机会。白灵冰看我这副有气无处撒的表情，轻笑了一声，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坐啊，别这么大火气嘛，陆助理。他的指尖划过我的西装，一路滑到下巴，轻佻的挠了挠。你这张脸长得也不是能让温以宁神魂颠倒的地步，你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哄得他对你死心塌地，还和你领了证？我猜应该是靠床技，你那点花样也就只能让温以宁那种没见过世面的大家闺秀开眼了。等他玩腻了，你这温家女婿也就做到头了。他语气里的讽刺几乎要溢出来，我皱眉推开他，用手使劲擦了擦下巴，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过一般恶心。白总，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您无权干涉。私事？呵呵。白灵冰喉咙里滚出一声极短促的笑，他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猛地将酒杯摔在地上，双目猩红。陆寻舟，你和我睡了10年，你以为你和别的女人结婚了就能彻底甩掉我？那我们的10年算什么？我冷冷地看着他，眼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深情和眷恋，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厌烦。算我眼瞎。我的语气里带着残忍的坚定，像世间最锋利的刀刃，将白灵冰的心切割得鲜血淋漓。不，我不信，明明你以前那么爱我，我不信你说放下就放下了。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现在愿意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从前你做的那些错事我绝不会再追究，只要你乖乖回来，就算是想要和我结婚，我也答应你。他的音量越来越低，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筹码在如今的我心中早已一文不值。看着他一脸痛苦失控的表情，我在短暂的震惊后，脸上露出了难以言喻的复杂表情。从前梦寐以求的这句话，现在终于从白灵冰口中说出，我只觉得讽刺又可笑。回想起从前受过的种种冷待和苛责，我丝毫不相信白灵冰是真的爱我，无非就是我突然离开产生的戒断反应。一条使唤惯了的狗突然跑了，任谁都会不甘心的。我沉默地离开位置，声音冷厉又平静。我很爱我的妻子，请您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越界的话了，我不想让她误会。我丢下这句话后就没再管她，给门外的保镖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强制开锁。白灵冰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看着我的背影，脸上再无一丝血色。他原本信誓旦旦地以为，只要自己肯低下头哄一哄我，以我对他多年来痴心不改的深情，一定会抛弃温以宁，马不停蹄地回到自己身边。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我居然真的爱上了温以宁。他心里的怒气一瞬间冲到顶点，眸中酝酿着极度危险的风暴。他死死地盯着我那绝情果断的背影，怒吼出声：“陆寻舟，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这个决定。”我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连半刻的停留都没有，甚至加快了离开的步伐。白灵冰凄凉地笑了一声，万念俱灰地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他双眼通红，语气里是玉石俱焚的疯狂。动手！我迫不及待地催促司机发车。我急着去接温以宁，今晚是我们结婚3个月纪念日。我的车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物，满揣着爱意，奔赴向所爱之人。另外一边，刚从学术论坛会出来的温以宁，被学术界大拿围绕着，笑容得体大方，耐心地回复他们的邀约。我毅然决定回国，就是想为国内古文字文献翻译出一份绵薄之力。各位前辈，这是我毕生的梦想，也是我作为国人的职责所在。后续无论任职于哪一个研究所，都是我的荣幸。一番话说得妥帖至极，嘴角挂着亲和力十足的微笑，再次博得众人好感。清北大学的教授面露赞赏，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古文献翻译大师。这样的人才，不仅学术造诣极高，而且还有着极强的爱国情怀，这正是他们急需的专业人才。他刚想上前攀谈，却见温以宁身边的秘书低声和他说了句什么，他的脸立刻就白了，焦急忙慌地上了车，连包都来不及拿，掉在了地上。一上车，温以宁常年挂着笑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惊慌失措的失控表情，他紧紧抓着小王的手，语气担忧到了极点：寻舟怎么会突然出车祸？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严不严重？小王紧张地吞咽了一下口水，那张素日里最老实巴交的脸，此刻却透露出一股兴奋又阴险的感觉。温小姐，陆总刚刚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了，那边通知一定要直系亲属签字，否则医生不敢擅自动手术。他的话音刚落，温以宁眼里的泪瞬间掉了下来，他颤抖着唇催促道：快，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车牌号着18888的劳斯莱斯，在倾泻而下的雨幕中疾行，瓢泼大雨下暗藏的阴谋和诡谲此刻悄然浮现。等温以宁逐渐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车子早已行驶出市区，一路奔向了是100公里外的旧厂房。小王，走了这么久都没到吗？温以宁透过后视镜和秘书对视一眼，猛然看见男人眼底贪婪阴森的目光，不妙的预感格外强烈起来。
别急，马上就到了。越接近约定地点，小王的心脏跳得越快，脑海中浮现出白灵冰那双艳丽狠辣的狐狸眼。你儿子在我手上，只要你乖乖照我说的做，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儿子哭闹的声音透过手机传来，王福川只觉得心脏都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下来。想到这，他原本还有所动摇的心陡然坚定起来。温小姐，陆先生，别怪我也是被逼无奈。刺啦！刺耳的急刹车声响起，车子终于停了下来。温以宁被秘书粗暴地扯下车，摔在了地上。他刚想发火，头顶却传来熟悉的轻笑声。一抬眼，白灵冰撑着一柄黑伞，立在旧厂房的门口，整个人宛如融进黑夜里。他的脸上挂着癫狂的笑容越来越大，看起来格外阴森可怖。又见面了，温。他停顿了一下，五官因为激愤而扭曲变形。陆夫人，旧厂房内，浑浊的空气刺激的人喉咙发痒，呼吸困难。温以宁被人绑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身上的衣服也被剪得破破烂烂，身上都是被殴打过的青紫。白灵冰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清脆的巴掌声一个接着一个响起。温以宁那张温柔秀美的脸被打得鼻青脸肿，就连一旁白灵冰的绑匪同伙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从始至终，他都紧咬着牙没吭一声，顽强的不可思议。温以宁，从前你抢走傅西周的账，我还没和你算，现在你又把手伸向了陆寻舟，你就这么喜欢抢我不要的二手货？温以宁的嘴角带血，冷若寒霜的眸中终于浮现出怒意，眼神不善地盯着眼前的状若疯魔的女人。二手货！白灵冰，你从始至终都没把陆寻舟当做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你只把他当做自己的奴仆和所有物，这注定了你们这段畸形的爱情不会有结果。他选择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别告诉我你现在后悔了。温以宁的脸上带着淡淡的讽刺，落在白灵冰的眼里，刺眼的惊人。白灵冰彻底破防了，他像是心底的隐秘被戳中般，恼羞成怒起来。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我赶到时，现场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人，不见温以宁的踪影，我的心突然提了起来，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拽住其中一人，神情焦急地询问着温以宁的去向。那人恰好是清北大学的教授，他将女人的包递给我，详细地描述了温以宁离开时的场景。我只依稀听见秘书和他说了一句：“陆总出事了。”他就这急忙慌地走了。我的心脏漏了一拍，下一秒就接到了白灵冰的电话。他的话直接将我心头的那点仅存的希望彻底熄灭。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似笑非笑：“陆寻舟，想让他活命，你一个人来旧厂房找我，你知道具体的位置？”我的手一抖，手机滑落在地，瞬间四分五裂。保镖弯腰捡起，觑着我惨白的脸色，战战兢兢地开口：“陆总，根据底下人查到的消息，夫人被带出市区后就彻底断联了，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地址。”我闭了闭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冷着脸一个人开车驶向郊外。阴冷湿寒的冬雨下个没完，砸在车玻璃上发出沉闷压抑的声音，令人无端地感到窒息难受。当周围的景物由陌生变为熟悉之时，我不由得微微一愣。这里是白灵冰爷爷曾经居住的地方，也承载着二人为数不多的甜蜜回忆。当初白父去世后，为了躲避债主，我带着白灵冰躲进了这个破旧的居民楼，两人几乎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无论我做什么，白灵冰就会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的身后。那时候的白大小姐刚失去父亲，能依赖的只有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两人的感情火速升温，也是在这里，我和白灵冰有了第一次鱼水之欢。白灵冰站在天台上，俯视着楼下的我，看着西装革履的我一步步走上楼梯。他把见面地点放在这里，其实是有私心的。他的心里还是执拗地认为我心里有他，试图通过回忆来让我心软。离开白氏集团后的我，一路平步青云，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助理了。我周身的气场强得令人胆寒，即使孤身前来，穷凶极恶的绑匪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被我轻轻扫视一眼，都险些吓破了胆。白灵冰的心越发酸涩起来。原本这样优秀的男人是独属于他的，可现在却被人捷足先登了。我面若冰霜，竟受冷漠的身影立在原地，眼眶倏然红了。快放了他！做梦！看着我这副心疼妻子的模样，白灵冰心头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你就这么喜欢他？这个问题让我微微一愣，对上温以宁泪眼朦胧的眼睛时，神情又变得尤为坚定。不，我爱他。温以宁的眼里有明显的震惊，随即浮现出喜极而泣的泪花。白灵冰在一旁看着，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心底涌现出的嫉妒和愤怒几乎将他整个人吞没。他立刻命令人将女人吊起来，挂在天台的边缘。温以宁整个人摇摇欲坠，那张温柔秀美的脸上再无一丝血色。猎猎作响的北风吹过，不甚牢固的绳索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听得人心惊胆战。我再也忍不住，双手紧握成拳，怒吼道：“白灵冰，你究竟想做什么？”白灵冰拿出了那颗失而复得的粉宝石戒指，着了魔似的望着我，眼里闪过一丝隐痛。我要你和他离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他的姿态再也不复高高在上，甚至能称得上卑微。我后悔了，寻舟，以前我不该那样对你，直到现在我真正失去了你，我才明白你对我的重要性。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算我求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一时间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白灵冰，即使是在最狼狈不堪的时候，记忆里的他也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能让他低头的人少之又少。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这样卑微地祈求一个曾经百般瞧不上的男人，求他垂怜。可惜，当我看见备受折磨的温以宁的第一眼，我心里对白灵冰的最后一丝情谊也荡然无存了。从前的我爱他爱到深入骨髓，一辈子的心愿也只不过是守在他的身边，护他平安喜乐，为他放弃了无数高薪的橄榄枝，心甘情愿地留在他的身边，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理，替他打理公司，处理烂摊子。从始至终，我甚至没有奢望过一个名分。我以为，就算是看在这些年任劳任怨为白氏集团工作的份上，白灵冰也会给彼此留一个体面，却没想到他居然极端到
绑架了我的妻子，还将她折磨至此，彻底触碰到了我的底线。这一刻，白灵冰在我眼里彻底被判处死刑。再度开口，我的语气冷漠的没有一丝温度。白灵冰，你真让我感到恶心。这句话像是利刃一般狠狠捅进白灵冰的心脏，又连皮带肉的拖拽出来，他只觉得疼得浑身发抖，连带着身体都有些支撑不住。他强撑着不肯露出失态的表情，扬起手上的小刀，就朝着吊着温以宁的绳索砍去。既然你不肯回到我的身边，我也绝不允许你和这个贱女人在一起，和我一起下地狱去吧。他狞笑着，披散的黑发遮住癫狂的神情，手上的动作越发用力，眼见着就要将绳子割断。下一秒，后背袭来一阵剧痛，我冲上来抬脚就将他踹倒在地，力道大的险些将他肋骨踹断。白灵冰的嘴里猛地喷出一口血，嘴里发出嘶哑的抽泣声，眼睁睁看着我将温以宁解救下来。二人紧紧相拥，我脸上失而复得的惊喜和刚刚冷漠厌恶的样子大相径庭，让白灵冰的一颗心彻底沉入了海底。楼下警车的鸣笛声响彻云霄，警察陆陆续续到达现场，展开救援。看着我脸上镇定自若的表情，他终于明白一切挣扎都是徒劳。这个心思缜密的我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只为确保自己的安全，代价是舍弃他。这一刻，白灵冰的心里万念俱灰，他茫然地睁着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仿佛窥见了自己陷入绝境的未来。有警察冲上了天台，举着枪让他双手抱头蹲下。他侧过脸，看见我搂着温以宁，警惕地一步步往后退，仿佛自己是什么洪水猛兽，看得他气笑出声。那双曾经深情不移的双眼，此刻只剩下彻彻底底的恨意和厌恶。真没意思，白灵冰心里想。他慢吞吞地爬起来，在众人震惊无比的目光中站上了天台，干脆利落地跳了下去。那张艳丽狠辣的脸摔得面目全非，身体以极其扭曲的姿态平躺在地上。他抽搐了几下，喉间发出几声不甘的吞咽后，彻底没了声息。临死前，他在心底呢喃：陆寻舟，我好疼，你怎么还不来抱抱我？白灵冰死后的第2年，白氏集团分崩离析，曾经辉煌的商业巨轮彻底沉没在时代的浪潮中。他被葬在了白府旁边孤零零的小坟头，上面长满了野草。除去陆府会每年都去看他外，再也没人想得起这位曾经风头无两的白大小姐。而反观我，则是在是商圈混得风生水起。在这次绑架事件发生后，温家二老彻底相信了我，他们将温氏集团交给我打理，不遗余力地支持我。我也不负众望，一步步缔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短短几年身价就翻了几倍，刚到而立之年就登上了国际富豪榜前10。闲暇之余，我会和温以宁到处旅游，和他一起携手领略祖国大江南北的风光，陪他去看北方的雪，坐在温氏园林里赏雨喝茶，在习习海风中紧紧相拥。温以宁最终还是选择了清北大学研究院的工作，凭借博士学位留在是做了一名大学教授。他的课讲的引经据典，幽默风趣，总是座无虚席。我一有空就会去接他下课，两人郎才女貌，颜值登对，还因此被不少人称为最佳模范夫妻，羡煞旁人。这天，我照例去接他下课。这节课讲到了爱情的主题，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温以宁只静静地站在一旁，脸上带着温婉的笑，不反驳也不赞同。他总是这样，尊重每个人的感悟和发言，令人如沐春风。这时，一位学生眼尖地发现站在教室后面的我，他耍宝似的对着温老师挤眉弄眼。温老师，听说您和您先生的感情一直很好，请问有什么维系爱情的诀窍吗？温以宁微微一怔，对上我含笑的双眸，眉眼弯弯。相爱可抵万难，春风乍起，吹出鲜嫩的绿芽，窗外含苞待放的玉兰花，也不及眼前女人的半分娇颜。我心意微动，自然地从她手中接过包包，与她十指相扣，走，回家。回家。